我是2003年投资移民来到加拿大，然后呢就跟我的前夫一起创业，开了垃圾公司。因为我们做了一些 market research，觉得垃圾的这个行业呢比较有趣，是不跟经济的涨跌有关，它是跟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不会随着说经济有时候高潮低潮会受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很大，是跟我们人口越多就垃圾越多，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这个行业。还是蛮艰苦的，一般来说一般人都不愿意干。在当时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华人在干，我们是第一家，但是很不幸也应该说是很幸运，我们走对了行业，我们从零开始就5年就做到1000多万，20-30岁就几百万上千万了，就是说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年纪层来说，基本上是已经是在顶层了，应该这么说。所以呢，第一个不是很懂得珍惜，第二个呢就是说婚姻出现了不幸然后就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其实就是应该是婚姻，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你的 life partner， 如果你没选对呢，可能是致命的。对于我来说当时是致命的基本上可以说一无所有了不过还是挺幸运的，我姐姐帮我，当时我们就把所有的资产都变卖，然后还债，自己肯定是一无所有了。然后我去我姐姐家，我姐姐收留了我们全家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呢，当时刚刚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心理打击很大，我觉得我抑郁症都是有了。为什么？因为你从没钱到有钱这个坎儿是很容易过的，是很顺的，而且很开心的。你从有钱很有钱到一无所有，你就是很难过这一关。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做那个糖厂数一数二的，他就受不了那个打击了，就是可能炒期货还是怎么的，结果那个糖价跌得很厉害，那时候他又收购了很多糖厂，所以变成了他也是一无所有，他受不了打击，他就从楼上跳楼自杀了。当时对我自己出现这种就是说几乎在破产边缘的状况下，我也是有想死的念头了。不过我觉得2个孩子谁来照顾呢？丢给家人吗？你死了你是一了百了了，那剩下的事情谁去解决呢？他们上学未来还有你的父母还有你的亲人，他怎么能面对你就这么去死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家人的帮助在我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也是救了我一命，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呢，我姐姐在我当时我不说我感觉自己是抑郁，因为我躺在床上就根本几天都起不来床，也不想吃东西也起不来床，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你好像什么也不想做，整天就昏昏沉沉的在睡觉，因为你好像没有未来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姐姐跟我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吃，也不让你饿着。她说，我姐姐就借了一笔钱来帮我重新开一个垃圾公司。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记得是从2013年开始吧，到现在应该是7、8年了。从今年开始我们公司才开始盈利，之前都是亏损的。因为这个行业很特别，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垄断的行业，就是不但是垄断的，也是男性主导的行业，也是主流市场西人垄断的行业，基本上是大家族企业经营30-40年以上的，要么就是上市公司。像我们这种新丁根本是很难进入，因为门槛太高。你会问我为什么会要进入一个门槛这么高的行业？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门槛很低的，是每个人都能进入，因为不需要什么钱就能做了，那就没有利润。如果每个人都能做的，那你就不可能有利润，就是很难做的事情才有可能是有利润的，才有可能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当时想的。然后我就在想，我们第一没钱，二没人才，也没钱财，怎么跟大公司竞争呢？对吧？到底大公司是凭什么来垄断的呢？对吧？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呢？对吧？那只能够是科技领先的。那我们怎么科技领先呢？当时我们就想
找一个软件工程师帮我们写自己的软件。所以呢，我既然这么决定，我就去这么寻找了。这么寻找就是很意外，碰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然后他也帮我很大的忙。我们在不断的工作的过程中研究我需要什么，他能够做到吗？他说可以。我需要这个，他能够做。我需要一个管理司机的东西软件，各种汽车的定位，还有就是去客人之前能不能提前通知客人，开发票的时候能不能自动收费系统，对吧？越清晰越透明，客人就越喜欢跟你交易或者合作，对吧？所以呢，目前整个行业里面，我觉得只有我们用自己的软件。所以呢，很幸运，我们把我们的 proposal 交给我们的银行。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这样的软件来跟这些大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来竞争。当时银行给我们放了15万。我跟他呢是在网上的 dating site， 因为当时我想找一个 software developer， 我在 dating site 的时候就比较留意这方面的，就是这方面的人才，因为他能够帮到我。也是很奇怪。当时我去 dating site， 我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芬妮，你现在情绪这么低落，你需要去 dating 可以帮助你的情绪得到改善。当你的情绪改善的时候，你就有动力去工作。如果你情绪很低落的话，你是没有动力去工作，确实是这样。很幸运，我就是在那个 dating site 认识他的。他从巴西过来。第二段感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根本就比较留意新人，因为新人不会介意你有2个孩子，而且他会很爱你的孩子。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我们的传统吧，是爱自己的孩子多一点，爱别人的孩子可能心理上还是有障碍。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果我的爱人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我肯定会偏心自己的孩子多一点的，可能跟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的文化有关。说实在一句话，就比较自私的，不会说在国外我们的教育是说要大爱，要多帮别人，如果能够帮别人尽量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跟我们的文化有关。他们倒是很喜欢别人的孩子，或者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我跟他在一起呢，第一是他很有才华，我很欣赏他。所以我觉得2个人的关系应该是说互相欣赏的，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就是说我 admire you something， you admire me something。如果2个人都不是互相欣赏的，而且不是同步进步的，我觉得最终还是导致分手的。